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这是阿富汗形势因美军撤离而发生巨变后，美方在2周内第2次主动邀约中方进行沟通。而在谈及中美关系时，王毅表示，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并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布林肯表示，在美从阿撤军撤侨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美认为安理会应对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表明国际社会期待塔利班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确保阿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确保阿领土不能成为恐怖袭击策源地，不能成为恐怖主义避风港。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美国尤其需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王毅说，美方对阿当前乱局的成因是清楚的，安理会如果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阿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现动乱。本月16日，王毅曾应约同布林肯通电话，当时正值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展开权力转移和组建新政府之际，多国紧急展开撤离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布林肯最新一次致电王毅的当天，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主办的关键合作伙伴线上会议将在周一，也就是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最后期限前一天举行。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欧盟和北约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讨论他们在阿富汗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也表示，布林肯将在线上会议后发表讲话，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最新进展进行说明。中美关系啊，就是说非常的重要。美方啊，他不管他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但是呢，他也必须面对现实，就是要跟中方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就是说对跟中方共同努力，就是把中美关系呢，就是说稳定下来，然后呢，为这个地区和平的那个稳定啊，特别是解决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来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英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拜登政府上台后将对华政策硬性做了3分法，即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但从国际合作的实践来说，这种单方面设限的做法就是伪多边主义的表现。就阿富汗问题来说，这属于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的领域，但合作的条件不能由美方单方说了算，而是应该由双方协商而定。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觉得合作需要一个氛围，需要一个条件，更重要的不能是由美方来定，需要合作的时候就合作，不需要合作的就不合作。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些问题上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原则和具体的操作。对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也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周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所谓溯源评估解密报告。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政治溯源是美前政府留下的政治包袱，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越有助于走出目前困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结合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面的政治操弄，不难看出，美方如果停止就溯源问题向中方施压，其实就是一种态度。外交部一段时间以来密集发声，汪文斌也在今天回应了美方所谓溯源报告的问题。他表示，这份报告是一份甩锅报告、虚假报告，也是美国误导和欺骗国际社会的又一例证。
汪文斌表示，美方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不通过科学家，而要动用情报机构溯源？动用情报机构溯源，到底是要寻找真相，还是要编造真相？美方也应该解释清楚，为什么反复纠缠没有科学依据的实验室泄露论？即使在动用全部情报力量也找不到证据后，美方却仍不放弃实验室泄露论，这不是政治操弄又是什么？美国已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的最大破坏因素和科学溯源的最大障碍。人们不禁要问，是美国人民的生命重要，还是政客们的政治私利重要？是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重要，还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重要？美国将抗疫和溯源政治化，究竟要持续到何时？还有报道指，美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今年6月发表的一封公开信，揭露了美国务院那一小撮人炮制实验室泄露论的过程。信中指，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初，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授意下，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余茂春指使分管美国务院军备控制、核查和核规局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托马斯·迪南诺和顾问大卫·阿舍，绕过生物科学和生化武器专家的评估，持续向美国务院各部门宣扬新冠病毒系中国政府故意释放的生物武器等不实论断。在福特数次发邮件提醒两人必须组织科学家进行认真评估后，美国务院军备控制、核查和核规局在今年1月召开专家会议，参会专家在会议现场指出了相关文件的关键错误。福特随后给多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发邮件通报会议情况，指出军备控制、核查和核规局有关论断存在重大问题。据福特推断，美国务院高层可能因此在今年1月15日发表的情况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活动中没有提及生物武器论，转而提出新冠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意外泄露的猜测性说法。汪文斌指出，由此可见，美方一些政客全然不顾科学依据和事实基础，完全将病毒溯源搞成了政治操弄。这份公开信是美方一些政客在溯源问题上背弃科学、炮制谎言、对华污蔑抹黑的又一有力证明。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想尽办法向中国泼脏水。生物武器论行不通，就退而求其次，改成了实验室泄露论。这种毫无底线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布林肯在同王毅的通话中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外界注意到，布林肯此番针对病毒溯源问题的表态出现了微妙变化，原因就在于上周美方发布的溯源评估解密报告，显示该国情报界对病毒起源存在分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就指出，拜登要求情报部门展开溯源调查，一定程度上是为应对国内的鹰派。现在拜登和他的团队可能已有结论，即在该问题上继续纠缠没有更多好处。下一阶段的溯源调查有望去政治化，回到以世卫为主导的科学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个翻篇和不翻篇的问题，这是个对的错的问题。美国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对一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原因搞什么研究和搞什么调查，要搞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搞这个我们态度也很明确。所以第一阶段的世卫组织的跟那个联合调查结束以后，下一阶段、第二阶段怎么搞我觉得呢，应该还是大家商量着来应该呢就是说要多方位、全方位多地的进行。今年7月底，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就如何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提出3点要求，明确3条底线，包括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外交部副部长谢锋还在此次中美互动中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王毅在此次同布林肯的通话中也表示，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
但在近期，美方尤其是军方人士继续在涉华问题上多次发表负面言论。美防长奥斯汀称，中国宣称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侵犯了东南亚国家依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美空军参谋长布朗称，中国空军将于2035年超越美国。如果美国空军的变化无法跟上中国的步伐，将产生灾难性影响。美国战略司令部副司令布希埃尔还在日前举行的一个线上论坛说，中国很快将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核威胁。对此种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上周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军有关人士多次就涉华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遭遇严重困难，处在重要关口，根本原因是美方执迷于霸权主义、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不接受、不允许、不容纳中国发展壮大，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和安全威胁，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发展健康稳定的两军关系，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纠正自身错误言行，多做有利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的事情。而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说法，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上周透过中美防务电话连线，与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少将举行视频会谈。这名官员还说，双方同意保持两军之间畅通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据悉，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两国首次进行军事对话。荣英认为，如果相关报道属实，无疑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信号，说明美方认识到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性，要跟中方共同采取措施来管控两军关系，防止战略误判。最重要的还是美国要改变它的那个对华的那个政策，特别是军事层面对我们的那个围堵、遏制和打压要尊重中国的那个合法的那个我们的这个权利就是说停止在包括南海、还有台海还有那个就是说我们周边那些军事就非常冒险性、挑衅性的那个军事行动，这才是真正说防止中美之间那个发生了误判或者那个什么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道路。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您觉得这通电话有哪些关键信息值得关注呢？是的，美西高层级外事通话，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个细节，那就是谁拨通了电话。从中方释放的通稿来看，王毅是应约与布林肯通话的。那么由此可见，这通电话是由美国那边打过来的。另一个细节是，中方在通稿中将布林肯表示放在了最开头。这进一步印证了这次中美高层级外事通话是由美方发起的。拨通电话，几顿寒暄之后，有事儿说事儿。率先开口的是美方，也从一个侧面显示，这一次沟通欲望更强烈的是美方。布林肯开头讲的话挺有意思，也揭示了他主动拨通电话的动机。此刻正值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撤侨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围绕阿富汗在后美军时代的局势发展与中国进行磋商。布林肯主动谈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应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这意味着同为五常，美国希望中国进一步亮明态度，甚至参与促成联合国安理会的某项决议。但从历史上看，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也确实干了不少狗屁倒灶的事情，所以王毅的回答就更有意思了。我们一层层抽丝剥茧。首先，王毅谈到了阿富汗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短短一句话，不仅涵盖了中方对阿富汗局势的总体判断，更亮明了中方的立场，那就是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这句话信息量很大，接触与引导两个动词充分体现了中方希望国际社会用一种怎样的姿态去面对阿富汗正在发生的政局变化。然后王毅用了一个副词尤其，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尤其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富汗提供继续的经济、民生、人道救援。这个尤其非常耐人寻味，
所以啊，我们看到王毅的下一句话指向就更明确了。他说：“事实再次证明，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美国、北约仓促撤军，很可能给各类居阿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看完这句话，大家可以完整翻译“尤其”这个词的意思了。在我看来啊，那就是正因为美国为首的北约仓促撤军，导致阿富汗局势的迅速恶化。最后，对布林肯搬出联合国安理会，希望中国能够有所策应，王毅的回答则十分巧妙。他说，美方对当前乱局的成因是清楚的，安理会如果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现动乱。在我看来，这句话有3层意思。第一，美国必须清楚自己在阿富汗到底做了什么，乱局因何而起，华盛顿方面心里有数。第二，联合国安理会层面就算要采取什么行动，也要在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前提下，而不是火上浇油式的盲动乱动。第三，中方并没有明确拒绝美方在联合国层面促成某项决议的暗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双方还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那么在这一回合的对话中，您又看到了哪些亮点？这通电话确实信息量大。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围绕阿富汗问题是美方先开的口，围绕中美关系问题则是中方先开的口。王毅首先向布林肯罗列出了中美近期围绕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展开的对话沟通，说明这是中美2个大国在国际治理上是有共同话题与共同利益的。这也就引出了王毅的主旨句，他说：“中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随后，王毅话锋一转，开始出牌了。他说，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在我看来，这句话是这通电话里中方最高能、最硬气的外交话语。王毅进一步阐释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如果美方也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如果美方也希望，那么这首先亮明了中方态度。我们当然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但2份清单与3条底线，则是外事话语的 callback， 更是一次重要的提醒。不要忘了中美天津会晤时中方提出的严正立场与要求。毫不意外的，王毅主动谈到了美方近期由情报部门主导的所谓疫情溯源调查报告。中方其实很巧妙地给拜登政府台阶下了，因为我们在多个场合提及，政治溯源是美国前政府留下的政治包袱。在中方看来美方就坡下驴才是明智之举嘛。王毅特别提及3个停止，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布林肯的回答成为今天媒体的热议。他说，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我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布林肯这句话是8面玲珑的。我们既可以理解为美方对病毒溯源问题展现出了积极开放的态度，也可以解读为美方无意就溯源问题指责中国，虽然他们依然将中国置于溯源的被审判席上。说了什么，好像又什么都没说。美国人狡猾的地方就在于此，所以我们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距离美军8月31号撤离的期限越来越近，塔利班彻底送走美军之后，接下来的挑战将是如何筹组阿富汗新政府，并领导和平重建。另外，塔利班证实行踪几乎不曝光的该组织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目前就在阿富汗，很快就会公开露面。
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接近尾声之际，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将于1周内宣布新政府全体成员，并有望在2周内完成整个组建过程。目前因货币贬值等因素，阿富汗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银行仍旧关闭。联合国官员也发出警告，在大片地区严重干旱之际，阿富汗遭遇严重的人道灾难。同时，阿富汗经济还面临在西方国家撤离使馆后的外援断流。对此，穆贾希德透露，已经任命了管理主要机构的官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中央银行负责人。另一方面，塔利班命令所有银行开门，限制1周内提款不得超过200美元或2万阿富汗尼。穆贾希德称，阿富汗新政府一旦成立，目前遭受的各种经济问题将会缓解。在你这个组建政府的过程中间，怎么样去跟他们去谈判、妥协，组合成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是塔利班面临的一大挑战。他能妥协到什么程度，其实关系到他这个政府的一个稳定性。那么，在这个政府组建之后，当然我们再看到，他最大的挑战当然是来自一个治理问题。穆贾希德还表示，阿富汗34个省中已经任命了其中33个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而在外交方面，阿塔也急需获得认可，争取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塔利班呼吁在美军撤离后，阿富汗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外界注意到，阿塔发言人穆贾希德还特别强调，是否将由女性成为政府成员的问题将由塔利班领导决定。此前，塔利班方面已多次强调，新政府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来自不同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以及其他政党都将参与其中，而且必须在阿富汗境内外都被接受并得到承认。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美军完成撤离任务后将不会与阿富汗设立外交存在，但他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在该地区进行外交活动，是否重新开放驻喀布尔大使馆，将取决于塔利班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的行为。 What has been promised to the Taliban for this cooperation? Is it money? Is it money that we have frozen right now that they perhaps might be able to use for governing? Nothing has been promised to the Taliban. To the contrary, we have made very clear, and not just us, country upon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re are very significant expectations of the Taliban going forward if they're going to have any kind of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tarting with freedom of travel, but then going on to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sustaining the basic rights of their people, including women and girls,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making good on commitments they've repeatedly made on counterterrorism. 分析指出，对国际社会而言，塔利班最重要的国际承诺是维系阿富汗的安全和稳定，并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根据俄罗斯的报道，土耳其即将和塔利班方面达成一项协议，土方将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还将与卡塔尔方面合作运营喀布尔机场。随着8月31日撤军最后期限即将到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在喀布尔设立一处由联合国控制的安全区，以执行人道主义行动。马克龙表示，安全区将使国际社会能够对现塔利班施加压力。法国和英国预计在周一举行的联合国紧急会议上提交这一建议。对此，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周日回应称，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阿富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还反问称，在法国和英国境内可以建立这样的区域吗？欧洲国家现在其实对整个阿富汗局势的关心其实是更加的迫切的，因为我们就看到，无论从地缘来讲，还是对于这个阿富汗未来治理可能出现的危机，包括难民危机，以及未来这个阿富汗暴力恐怖势力以及对外通过这个中东地区向欧洲扩散，他们这个是比较紧张的。对于英法呼吁联合国在喀布尔设立安全区，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也作出回应称，我注意到有关的报道，也注意到有报道称阿富汗塔利班已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提议。中方认为，国际社会应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人民意愿。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如果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缓和矛盾，有助于阿局势的平稳过渡。
因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国关系恶化的立陶宛出现新的动向。据法新社上周五报道，针对近日社交媒体上流传称立陶宛无条件接收逃离的香港人，立陶宛移民部否认该国有这样的政策。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表示，我们正在寻求与中方缓和局势，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对话。不过，仍有一些西方国家和政客鼓动立陶宛坚持对抗中国。中国驻欧盟使团和驻立陶宛大使馆分别作出有力回应。本月中旬，一则传闻在推特上被广泛传播，内容为：请转告香港朋友，不管你有没有签证、护照，只要你能到达立陶宛，立陶宛政府无条件全部接收，会给你提供食宿，帮你前往其他欧盟国家，也可以就在立陶宛。立陶宛移民部发言人在回复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香港人来立陶宛必须遵守欧盟的规定，立陶宛也不会为香港移民提供住房或帮助他们前往其他欧盟国家。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网站的报道称，2020年立陶宛的一些议员确实起草了一项类似决议，然而该决议并未导致出台任何实质政策。报道同时提到，立陶宛正因支持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紧张。有分析指，立陶宛否认无条件接受香港人，说明他不敢冒险，因为他无法承受这一不自量力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后果可能是与中国断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0号宣布，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中方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很清楚，立陶宛只是充当起美国甚至一些欧盟的反华势力对抗中国的一个跳梁的小丑所以呢，我们只是制止其他的国家来效仿不是说有意的破坏中国和立陶宛的合作更不是把10+1都给绑进去了更不希望呢影响了中欧整体的这样一个合作，所以我们是留有余地的在召回大使的同时呢，也没有说这降为代办级只是观察立陶宛的一些反应，希望立陶宛能够悔改，能够呢修复这个中立合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灵活性这些政客们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挑战中国的这个代价台湾问题的这样一个严肃性。